離婚5年後，47歲馮紹峰高調官宣喜訊，前妻趙麗穎與內娛圈側目。馮紹峰和趙麗穎的婚姻在2021年畫上了句號。那場婚姻持續的時間不到3年，分開之後的趙麗穎，整個人像是徹底變了個樣。她把心思都放在了演戲這件事上，別的方面也做得挺好，拿了好幾個重要的獎。她拿到了飛天獎的最佳女演員，金鷹獎的最佳女主角也讓她拿到了手裡。馮紹峰這幾年拍戲少了，他今年47歲，最近公開了一個好消息。這件事出來，他以前那位和圈裡其他人都覺得有點意外，大家都沒料到馮紹峰和趙麗穎會結婚，後來離婚也讓人意外。他倆是在拍《女兒國》的時候認識的，那會兒是2016年。馮紹峰說過趙麗穎這個人，他覺得她挺簡單的，他還用了別的詞來形容她，比如乾淨什麼的。他說話的時候，覺得他整個人很靈。他聊到工作上的事，他說那個女演員讓他想到不少東西。翻翻那時候的拍攝記錄，趙麗穎在片場的樣子能看出來，他們在一塊兒的時候，氣氛是挺輕鬆的。劇組裡有人提過這個事，說話的人說自己也在那個組裡幹活。他看見趙麗穎和馮紹峰在一塊兒，他覺得那兩人相處起來挺甜的，這話是他自己說的。2017年4月，電影拍完了，就在那陣子，有人看見他倆一塊吃飯，消息就這麼傳開了。再往後，馮紹峰和趙麗穎又被人撞見好幾回。9月的時候，他們又一塊演了《知否》這部戲，這回不是唐僧和國王了，他演顧廷燁，他演盛明蘭。可兩個人待在一塊兒的感覺還是和以前一樣。有段戲拍完的空檔，他伸手就挽住了他的胳膊，這個動作被攝像機拍下來了。2018年8月，網上有人說趙麗穎要當媽媽了，她當時發了個照片，照片裡她做了個劈叉的動作，這個動作後來被好多人記住了，一直拿出來說。很多人看了覺得他那個樣子其實是想說沒這回事，他沒承認，事情就這麼過去了。馮紹峰這人吧，他結婚不會藏着掖着，事情都辦妥了，他自然就告訴大家了。他覺得不能讓人家猜來猜去，也不能讓人白高興一場。2018年10月18日那天，他們直接發了結婚的照片出來。網上很多人看到後都說了些祝福的話，不過也有人覺得他倆不太搭，別的方面也有人說了一些看法。馮紹峰演過宮，那劇當時挺火，他還在2016年拿了個百花獎的影帝。不過呢，他比趙麗穎大了9歲，這是明擺着的事。趙麗穎沒公開說過和誰在一起，他只和陳曉轉過一些話。後來陳曉娶了陳妍希。馮紹峰的情況不同，他以前和倪妮正式交往過，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。拍宮那會兒，他和楊冪在片場有說有笑的，戲裡看着挺親密，戲外也沒斷了聯繫。好些人覺得他倆可能在一塊兒了，不過誰也沒出來說準話。等到2012年，劉愷威自己把這事兒挑明了，他承認了和楊冪的關係，包括林允、馮紹峰也曾和人家曾轉過緋聞。馮紹峰的母親也被很多人討論過，他以前在節目裡說過，媽媽很早就告訴他，年紀小的時候不能談戀愛。他自己也講，媽媽說的話他一般都聽。馮家媽媽對演戲這事也有想法，她不想讓兒子演那種角色，就是劇本裡寫的花花公子那種。他覺着兒子還能再看看別的劇本，別的角色可能更合適。這件事他心裡是這麼打算的，外頭說啥的都有，他倆倒沒受影響。趙麗穎和馮紹峰還是那樣，該怎樣就怎樣。孩子是2019年來的，
生的時候，馮紹峰就在產房門口站着，他心裡頭亂，一邊惦記裡頭的人，一邊又怕護士抱錯了娃。最後孩子抱出來了，事情也就定了。他在節目裡說話，提到趙麗穎的時候，他用了老婆這個稱呼，他也用了媳婦這個說法，別的稱呼也用了，就這麼一直說下去。黃曉明講了一句關於馮紹峰的話，趙麗穎很快把頭轉到另一邊去了，她臉上有點紅。她當時沒看說話的人，手放在自己膝蓋上，過了幾秒鐘才轉回來。那場婚姻在2021年結束了。關於為什麼分開，外面有很多說法。一種說法是男方的媽媽對他不太滿意，有家媒體提過馮家媽媽對趙麗穎有3點不滿意的地方，但這話誰也沒親口承認過。那份離婚聲明裡直接說了，他倆是在幹活的時候認識的，一塊兒做事，慢慢就走到一起了。可後來也是因為幹活老見不着面，所以決定還是退回去，就當朋友處。大夥還轉着另外一個說法，這個說法聽起來跟他倆平時的做派、辦事的風格，還有離了之後各自忙活的路子，倒都對得上。馮紹峰掉眼淚的時候，趙麗穎就在旁邊站着，這事他以前也提過。拍完戲回家，心裡頭憋着事，眼淚自己就往外跑，他也不說什麼，光是看。等他緩過來了，他才開口，讓他去看看孩子。趙麗穎這個人幹起活來挺能拼的，她老家在鄉下，在他們那個圈子裡，大家都知道她幹活特別下力氣。她心裡知道自己要什麼，想到了什麼，她就真會動手去做。那時候有個節目叫雅虎搜星，她去了。其實她會的也不多，但她還是去了。最開始那幾年，她演的戲份都不多，但不管角色大小，她都會仔細琢磨。有戲找上門，她就接着，然後花力氣去準備。馮紹峰提過一件事，趙麗穎老和他說同一句話，那句話是讓他幫忙對台詞。生完孩子時間不長，他就去拍有匪那部戲了。婚姻關係結束之後，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了。拍電視劇這塊，他拿出了幾部大家愛看的戲，有一部講做生意的，還有一部講農村生活的，別的類型也有。因為這些戲，他拿到了電視圈裡挺重要的幾個獎。電影他也拍，最近2年，電影院放了他演的2部片子，一部是講法律的，另一部是講一個女孩的故事。演電影也讓他的櫃子裡多了一個表演方面的獎杯。馮紹峰這個人吧，情況不太相同，他心思挺重的，家裡條件也好，做事就有點由着性子來，不太上趕着。分開以後，他幹工作那套跟以前那位也完全不是一回事了。馮紹峰演完《知否》那部戲，後面拍的劇都沒那麼火了。他後來跟彭小苒一起拍過戲，也跟景甜合作過，大家看了覺得不太對勁，說他年紀顯得有點大了，不太適合再演那種古裝愛情故事。還有人說他跟戲裡的女主角站一塊，看着不像那麼回事，感覺不到那種男女之間的火花，反正就是沒以前那種效果了。婚內婚外這個講都市感情的劇，看的人不算多。趙麗穎有部劇叫《雨鳳行》，是2024年播的，在播出的那個視頻網站裡，劇才放了差不多1天多點兒，熱度值就過了3萬這個數。他演過一部電影叫《金錢堡壘》，這片子票房不行，就300來萬的樣子。以前他和趙麗穎一塊兒拍過《女兒國》，那個片子賣了7個多億。現在他倆不是分開過了嗎？個人過個人的日子，情況已經不一樣了。馮紹峰那邊有消息了，他說了件喜事。春節那陣子電影院還是擠得很，好幾部片子都在搶觀眾。《熊出沒》那個動畫片一直沒停，
都放了10幾年了。張藝謀也來了，他弄了部新電影叫《驚蟄無聲》。電影《飛馳人生》拍了第3部，這回說是重新弄了弄。看賣票的錢，頭1部收了17億2800萬，到了第2部變成33億6100萬了。有個叫馮紹峰的演員，這2部裡頭他都演了。片子拍到第3部了，沈騰還在裡面演。這回馮紹峰也來了，他演個車隊經理。2月10號那天，春節要上的那些新電影，票提前賣出去不少，加起來錢都過億了。《飛馳人生》第3部賣得最好。馮紹峰自己說的這個好消息，沈騰是主演，票房和獎項的事主要都和他有關係。馮紹峰也進了這個戲，這是個賣得挺好的系列的新一部，對他來說，這算是個實在的機會。他手頭等着播的戲有好幾部，電影和電視劇都有。2026年情況說不定就變了，好多人覺得他這人挺隨緣的，這回又有作品出來，他前妻趙麗穎會看到，圈裡別的人也會看到。趙麗穎和馮紹峰分開有5年了，這5年裡，趙麗穎那邊事情做得挺多，她拍戲接別的活兒一樣沒落下，整個人看着和以前不一樣了，就是那種自己拿主意的樣子。他沒停過。馮紹峰呢，選的是另一條路，他帶着不怎麼出來，演戲的活找上門的不如以前多了，這是個事實。但他還是想演戲，別的方面也差不多是這樣，沒改主意。現在2個人各走各的，趙麗穎忙她的事，馮紹峰在等他的機會。他拍的電影現在出到第3部了，這是讓他前妻覺得意外，圈裡其他人也覺得意外。他以前幹的事都沒白幹，